传我令，自今日起，我儿身世随我而去，若有泄露者，元神俱灭。遵令。属下谨遵主上旨意，若有半分违逆，自毁元神。把这个给他服下。此乃羽丹，服此丹者，灭情绝爱。主上，无情则刚强，无爱则洒脱，这是我能给他最好的祝福。我的孩儿不能再像我这样，与那些痴念深情妇损毁自身。水神洛林上善若水，风神灵秀端庄贤淑，你二人佳偶天成，这寰宇之内，恐怕再也难以觅得如此美满的姻缘了。饮了这杯和琴酒，祝二位上神良缘有地，今日起同心同德，尽心辅佐天地才是。倘若二位上神婚后诞下长子，可与我长子一结金兰；倘若诞下长女，便与本座长子结琴瑟之好。吾辈之情谊，倘若能够在后辈之中延续传承，那也是天大的美事啊！卿以为如何？谨遵陛下法旨。子芬，天地之命不可抗，但叫你我情何以堪？洛林此心唯你一人，天地可见，必不负辱。只盼你繁花似锦，觅安宁。淡云流水，度此生。就换作锦觅吧。是。属下恭贺少神锦觅离世。免了，待我去后，切莫立他为化身，做个逍遥散仙，便是极好。主上请三思，我花姐怎可一日无主？我心意已决，待我去后，尔等众人24节气轮番四化，更替迭换，各主四季。是。谨遵主上旨意。适才凝神演算，这孩子万年之内，恐遭遇情劫，虽已服下元丹，终究不能放心。传我令，自今日起，现锦觅居于水境之中，万年之内，不得踏出我花界半步。是。主上！天元208613年夏至，花神子芬仙逝，百花凋零。闻此噩耗，天地罢朝举哀7日，花界为花神举丧，九州四海万艳重飞，恋蕊不开。10年间，世上再无一朵鲜花绽放，天地间颜色尽失。直到10年后，丧期结束，方恢复争艳盛开。太初
儒有道，化生阴阳二气，清浊自分，这便是我们所知的天魔二界。阴阳交感，阴阴相合，淡出日月星辰、花鸟虫鱼，继而分出善恶正邪。其后万物各自修行，修出神仙妖魔，还有血肉之躯的凡人。花界本属天界，4000年前花神饮恨而逝，众方主拖出天界，自立门户，成为天地间的第6界。哎呀，这鲜花神本纪今日便讲完了，诸位可有什么疑惑呀？老虎，连翘，大家动辄便提6界，6界通史、6界全书、6界演义。可是我看来来回回，书上说的都只有花、人、天、魔4界。那么还有2界是什么呢？对呀，还有2界什么呀？哎呀，大道有为，不可说。什么不可说啊？不可说。锦觅，锦觅，你别睡了，快醒醒，快醒醒！小桃开饭了。你说说你整天除了吃就是睡，除了睡就是吃，你告诉我，你还会不会第3样事儿啊？没事儿，今天又不是初一，又不是15的，张房主不会来的。锦觅，你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？锦觅，锦觅，长房主。长房主。张房主，不思进取。张房主，您是不是记错日子了？今天不是说忘啊？临时抽查。张房主，这就是你4000年之所得，灵力低微，仙术粗浅，仙识平平，连中等法术都无法完成。你的悟性并不比旁人差，甚至还有些小聪明。这些年，你究竟把心思都放到哪儿去了？水晶之外，危险重重，唯有苦修灵力方能自保。你若想要离开水晶，就别再偷懒了，收收心，安安分分的修行为好。锦觅知道了，谨遵长房主教诲。你还没有记起来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今天不是初一，也不是15啊！啊？老胡？胡萝卜？白萝卜？连翘，你是想要陪着一块受罚吗？喝萝卜汤。我想起来了，霜降的时候要喝萝卜汤炖排骨，所以今天是鲜花神的祭辰。今日祭拜典礼之后，罚你去守花神冢。啊，长房主，我走啦，笑死我了，就是走了。锦觅啊。
奉按律涅槃，要练足7749日。今夜期满，请燎原君务必助其圆满。今夜务必守好齐武功，不得让任何人擅自进入，切记，任何人。谨遵天后法旨。哎呦，我好像记得长方主为了什么事大发雷霆，也不知道到底是为了什么呀？啊？今日是鲜花神的忌辰，花界每100年才会开放水镜，让我们这些法力浅薄的花界精灵前去祭拜，可能思及故人，长方主郁郁不欢吧。前日我给长方主拟了一道折，我跟他说，我想离开水镜。难怪长方主要考教你的灵力。小桃桃，你是不是中了什么魔怔了呀？那外面很危险，很危险的。像我们这样的果子仙、果子精本来就少，出去没准会被吃掉的。可是在这结界里多好啊，可以让吾等潜心修炼。我就想出去看看嘛，看看书上写的人界、天界、魔界，我想去看一看那些地方都长什么样子。虽然我们在花界，可是在这水晶里待着，花界到底什么样我们都不知道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你说这鲜花神不加这个老狮子干什么呀？把我们拘在一滴假水珠里面，再这样下去，我都要变成葡萄干了。嘘，哎呀，小声点儿，让长方主听见了，你又是讨打。我告诉你了，外面一点也不好玩，很危险的。你忘了900年前的那场花神祭，你擅自出去闯了多大的祸呀！水晶开了啊！真的，快开点，快看看，快点，过来！锦觅，时辰到了，我们一起去祭拜鲜花神吧。哎，锦觅，你站到前面来。你又犯什么错了？跪下。我他还是一介精灵，长姐此举怕是不合规仪吧？大道至简，万物由心。仙主责备无界众生，没有什么不合规仪的。肃，跪，静，怀灵修息，飘离，折芳心兮，未所思，常无绝兮，钟鼓。丝缠娟兮，无极。方主牡丹，方主海棠，携花界众生灵，今已至诚昭告仙主在天之灵，拜。
有允丹护体，你定能平平安安。今夜便是凤凰涅槃最后之期，此时火神的灵力最为虚弱，可相机举持。知道了。恩主，若无万全之策，切不可轻举妄动啊！凤凰涅槃500年一次，我已经等得太久了。此事我会另派人手，你无需再管。花界的人，及早去见。是。连翘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先走吧，不用陪我了。我一个人跪在这儿没关系的。不行，好朋友要患难与共。你比我惨，赵方主给你施了定身术，等到太阳下山解了咒以后啊，浑身都跟针扎一样麻。我娘亲喊我，我先走了啊。哦。娘亲，到！葡萄，就连一个小小的定身术都解不开，你可怎么办呀你？不能这样。排、山、岛、海，太不给面子了吧？我真的这么废柴？炎佑，扑赤君，炎佑，900年了还记不住啊你？炎佑这个名字一点都不好听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是吧？我们花姐有个鼻涕虫也叫炎佑，咦，看起来十分猥琐，还是扑赤君好听。扑赤君既符合你的特色，还很生动，是不是？扑赤君。这个名字不合我意，不过被你叫了900年了，竟还有些习惯了。你说你吧，不过是水潭中的一只小妖，何苦每次出场都要这么大的阵势啊？华而不实不说吧，还浪费那么多灵力。我呢，随随便便的攒了100年的灵力，拿去补补吧。瞎什么什么呀你？好不容易攒点灵力都给了我。刚才也不知道是谁，连个小小的定神术都解不开，怪可怜的。好了，收起来。看不起我是不是？哎呀，我真是怕了你了。这就对了嘛。好了，还给你。我也给你带来礼物。什么礼物啊？难道是吃的？你猜？
这个时候正好饿了，如果你给我带的是肉的话，那最好不过啦。聪明，猜对一半。这是肉肉。鱼苗水芒，弹指千年。这些年啊，你把你苦苦修炼的灵力都给了我，说是要报那日救命之恩。其实，我哪里会差你那点灵力啊？能有你偶尔陪我作伴聊天，我就欢喜不尽了。其实我还你灵力，也并不全是因为你。如果那日不是我非要拉着他出水镜玩，就不会遇到穷奇。如果不遇到穷奇的话，所以我现在想做的，都是为了赎罪。我知道你还放不下他吗？所以特地让你看看，你最爱的朋友，正在以另外一种方式陪伴在你身边。蒲池君，难道还能变回以前那个又能说话又会唱歌又会跑又会跳的肉肉吗？这个嘛，也不是全无指望，只要遇着那个大罗金仙。大罗金仙？那我是不是去天界就可以找到大罗金仙了？等闲是无缘相见了，除非你修成正果，飞升成仙。我连这小小的水镜都出不去呢。万法皆空，唯因果不空。昨日之日不可留，该放下了，好好修行。有朝一日，多肉仙子会醒过来的，变回你记忆里的那个肉肉。今日霜降，为火虎，就不久星尾秀吧。夜神殿下，夜神殿下，辽元君，不知殿下营夜前来，所谓何事？方才我在北天门当值，见一黑衣人突然闯入，一路向这里奔来，不知辽元君可曾注意？不曾见到。你们可曾见到黑衣人？不曾，不曾。现下正是续凤涅槃的紧要关头，只怕那黑衣人心怀不轨，意在续凤，还请辽元君随我进去，一道捉拿。天后有旨，今夜紧闭其武功，任何人不得打扰，还望殿下见谅。好吧，方才我与那黑衣人交过手，此人灵力高强，修为十分了得，还望辽元君多加防范。大殿下与我家殿下兄弟情深，末将感怀，不敢懈怠。如此，那便告辞了。
法人说，对流星许愿就会梦想成真。不过这里有结界，会不会大打折扣啊？不管了，姑且先试一试。我要见到大罗金仙。一股烧焦的味道，好臭啊！好像是只鸟啊！先烤后冰镇，熟冻，这是什么吃法？哦，这就是鸟啊！我看到一朵鸟哎。是一只，鸟是一只一只的。啊，它的花和叶子好硬啊！那是它的羽毛。就是有点臭。乌鸦，它是只乌鸦。乌鸦？你怎么知道？我看过老胡的6界物种大全，乌鸦就长这样，肯定没错了，它就是乌鸦。哦，哎，可是它怎么一动都不动呢？它是不是死了？别慌，没有，还没死，还有一口气呢。那我们救活它，救活它以后我们养着吧。这个人间嘛，有句俗话叫做“佛曰慈悲为怀，怎能见死不救呢？”救！这样真的能救活它吗？放心吧，我们小的时候不都这样长大的吗？给它浇浇水，明天晒晒太阳，肯定就好啦。小乌鸦，你要好好的哟，我们过2天再来看你。浇浇水，走吧。好。启奏陛下，二殿下涅槃失踪了。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梁元君，你且说清楚。末将以9曜真火不断焚烧7期49日，以助殿下涅槃。而今日正是第49日，不料在火光熄灭之后，殿下竟突然不见了。就有这等事？那依你之见，续奉此次礼节，这期间可有什么变数？末将还有一事启奏。讲。小乌鸦，小乌鸦，小乌鸦，你这只小乌鸦可真奇怪呀！我们这结界牢不可破，你怎么进来的？还没有反应。好吧，好吧，一般人我可不给他用，这可是我用100多种鲜花酿成的香蜜。封存了500年呢，我先给你试一试，看看有没有功效。哎，果然真有功效。你怎么又死了？完了完了，这下连翘肯定要失望了。不过，你竟然能突破这结界，
那你肯定不是一只简单的乌鸦，你是不是一只得道的乌鸦？如果是那样的话，埋了做花肥实在太浪费了，而且你还吃了我这么宝贵的香蜜呢。不如我拿去把你给炖了吃了。就是你了。小乌鸦，小乌鱼，小乌鸦。小乌鸦，你怎么变得这么大了？你变成这么大，我还怎么装得下你？装不下你，我怎么把你炖了呀？不过我听说什么仙家精怪之类都有内丹精元，所有道行都凝聚在此。如果我找到你的内丹，把你内丹给吃了，不就相当于把你整个乌鸦吃了吗？哎呀，小葡萄，你可太聪明了。奇怪，他这儿怎么跟我长得不一样啊？我知道了，这个就是内丹，定可助我灵力大涨。何人？道友醒了。下里何方小妖？我不是小妖。我说我不是小妖。我虽然只是个果子精，可我却是个正正经经修炼的果子精，我才不是什么小妖呢。既然道友醒了，那你叫我一声恩公即可。行善不留名，乃是我水晶精灵优良传统。恩公，道友适才回道，莫非也是要救我性命啊？是啊，可不就是，道友今日坠在我园中，负伤甚重，我好心把你救起来的。为了救你，我可把我独家秘制的香蜜喂给道友了，道友才醒转。对了，我看道友衣衫褴褛，原想替你换上衣裳，却不想瞧见道友丹田气海竟然有疾。虽说身残志坚是好样的，不过终究与常人有异啊。我既然救了道友，自然好事做到底。来，你躺下，我这就帮道友把病症移除。道友，你躺下。干嘛？竟是女身，难道你不懂男女有别吗？什么男女有别？如此放肆，成何体统？我只知道花草树木、人与鸟兽之分，没听说过什么男女有别。你。看在你年纪尚小，又生在这蛮荒之地，本身就不与你计较了。我们做果子的自然不能跟一只鸟计较。区区一个低等精灵，怎么会有锁灵簪呢？
不知从何而来。既然大家现在都已经认识了，那大家都是朋友嘛。既然是朋友的话，你先好生休息，我去给你弄点吃的补补。谢谢吧。导游，吃饭啦！快点啊！走吧。你自己吃吧。为什么？你们乌鸦不都是喜欢吃虫子吗？你这小妖，谁告诉你我是乌鸦呀？你不是乌鸦？难不成你是喜鹊啊？此处可有泉水？请随我来。还算干练，不错。道友，没想到你法术这么高超。我虽懂变换之术，但像你这样凭空变换是万万不行的。老胡也不行，长方主倒是可以。道友，你练成这样的法术需要多少年啊？这样，我们上这边，你们上那边看看。好。喂，这水到底干什么用的？自然是洗脚、沐浴、换衣用的。蛮荒小妖，龌龊不堪。道友，你可真奇怪，刚刚还说这个泉水干裂，怎么现在又说我龌龊？难道你们喜鹊都这么喜怒无常的吗？我问你，此处可是花界啊？正是。你是不是要离开花界？可是你还没有报恩呢。不知恩公想要我如何报答？好说好说，只要你把我带到天界，咱们的账就一笔勾销了。不是吧？我还以为道行很深呢，怎么轻轻一撞就掉水里了？该死的鸟，一定要找到！走，我们去那边看看。是。解密。前日有一只鸟破了水晶结界，你可曾见到？鸟？
什么鸟啊？会飞带翅膀的，浑身烧作一团火。啊。什么在动？啊！我在洗澡呢。掘地3尺，把水镜翻个个，也要将那只鸟捉到。走。道友，道友，道友，道友。不会吧？不会又死了吧？这该如何是好啊？有了，吉祥六宝。道友，道友，醒了？哇！不愧是我花界的吉祥六宝，真管用啊！你给我吃了什么？吉祥六宝。什么是吉祥六宝？这个葱、姜、蒜、芹菜、香菜，还有花椒，这可是我祖传的感冒药，专治落水鸟。信不信我法灭了你啊？你还灭了我？道友，我想你搞错了。想必方才你也听到了。海棠方主说了，就算挖地3尺，也要帮你找出来。这现如今呢，花界唯一能罩着你的人就是我了。如果连我都得罪的话，那你可就完了。万一被他们捉到，会砍了你的双腿，拖你去做化肥的。我堂堂天界，你堂堂天界什么呀？你堂堂？我堂堂天界大好男儿，来去自如，还怕你们这些花精果子精不成？太好笑了！堂堂天界好男儿来去自如，那怎么每次你落难的时候，都是我这个小小的果子精救了你啊？啊！你救我一命，2命，我救了你2命。唉，不过我这人呢，也不是那种狂妄自大、浮夸之人，也不会逼着你教我恩公的。分明是你。唉，这有句俗话说得好啊，滴水之恩当有权相报。我对你的恩呢，可不只是1滴，而是4滴，4滴香蜜2条命的再造之恩。这第一命呢，前天夜里，我为了你一滴500年酿的香蜜，救了你一命，让你从鸟变成人。算了。哎，我还没说完呢，我没说完呢。这第2条命嘛，就是刚刚我可为了你3滴香蜜，我才把你救回来的。你到底意欲何为啊？道友啊，我们之前说好了，如果你能把我带出水镜，带我去天界的话，那么这4滴香蜜2次救命之恩便可以一笔勾销了。现在还算数吗？不算数。啊！别走啊！有一件事儿，我思来想去，还是决定告诉你。道友请讲。我真身乃是一只鸟，素常爱吃果子。罢了，此地看来并无危险，先调理几日再说。这是一只喜怒无常的鸟。后日启程。真的吗？好呀好呀。我们做果子的，自然不能跟一只鸟一般见识吧。
魔尊，大喜！你们暂且退下。孤城王，喜从何来？刚刚得到线报，火神涅槃，突生变异，现在不知所踪。你这消息确凿？听闻天帝震怒，现在已派天兵1万，到处寻人。恭喜魔尊，贺喜魔尊！大家同喜，干杯！旭凤那个鸟神，平日里嚣张不可一世。他灭了我多少魔族将士，果然是天道好还，报应不爽啊！凤凰涅槃，现在是九死一生。此时天界战力虚弱，小王倒认为可以趁热打铁，出兵直捣黄龙。顾城王言之有理。传令，通知6部，各自征兵2万，10日之后，忘川河畔集结，进军天界。魔尊威武！你且放宽心。天兵天将已经去搜寻了，相信很快就会有消息。我有一事相求，若旭凤这一次平安归来，你能允诺我一件事吗？我何事不曾依你啊？楚魏之事悬空多时，诸仙议论纷纷，旭凤是嫡子，他战功赫赫，早已是众望所归。我希望陛下能够尽早册立旭凤为太子。怎么突然提起这件事？这件事情跟旭凤失踪有何相干？难道陛下觉得这件事是个意外吗？我相信是有人趁我们不备，对我儿痛下毒手。梁元君言犹在耳，难道陛下你要替某人开脱？辽元君也说过，当日润玉并未进入七武宫，天后欲加罪于人，也要拿出十足的证据。这事本来我也不想说破，天家秘辛容易招惹是非，但是旭凤罹难，何人受贿？就是那些怀有狼子野心之人。陛下，你必须早定名分，断了这些人的念想。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等寻回旭凤以后，这件事再做议论。旭凤勇冠3军，怎会轻易被人加害？润玉，他贤良纯善，又怎会轻易加害于人？天后，不要轻信那些离间天家骨肉的小人谗言。好一个贤良纯善！好了吗？逾期不候，我走了。好了。走吧。你是要把整个屋子都搬空吗？也没有啦，此去山高水远的，也不知道天界住的惯不惯，多带点总比不带要好啊。蛮荒小友。哎，天界启用你9诀，一样都不准带。一样都。道友，难道你忘记这个是什么了吗？这个是我花了500年酿的香蜜，救过你一命的。你还喝过4滴呢，虽然你喝的时候都是不清醒的，可是效果如何你可是知道的。万一以后碰上什么情况紧急的事情，性命攸关的时刻，没准还能再救你一命呢，是吧？就它吧，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马上。放心吧，我是不会丢下你的。走吧。
愧是长姐，大功告成。岂是我一人之功，多亏众姐妹合力。结界中的生灵们，又可安然度日了。可是连日来，我始终搜不到那只飞鸟的气息，我心中委实难安。许是死了，又许是原路飞回去了，也尚未可知。也有可能道行高深，灵力收放自如，行迹不为我们所勘破。长姐多虑，不是我托大。旧结界乃是仙花神临终前所布，彼时仙主仙力衰竭，又斗转星移4000年，本就不甚牢靠。那只鸟不过是凑巧撞了上来，这次能破咱们众姐妹这道结界之人，怕是6界上下双手便数得出来。可是那只鸟吗？欺人欺到眼皮子底下来了。长姐，我这就将它捉来，砍下双脚做花肥。你信不信我把你从这儿扔下去啊？我真的要吐了！哎，不准吐！你我在天上飞了！我上天了！留神，这里风大雾大。小心飞不稳当，你滚下去我可不捞你啊！我第一次上天嘛，我要好好看看这些美景啊！这才3重天，真是没见过世面，有什么好看的？哼！死鸟，给我站住！不好不好，海盗帮主追上来了！快走快走快走！你们花界都是这般纠缠不休之人吗？千万不要把我给抛下！就算把我抛下的话，他一样会砍了你的双脚，我去做花肥。哼，这位仙子看着容貌尚可，但是心思却如此歹毒，实在是配不上你这副好皮囊。该死的鸟，擅闯我花界，坏我水镜结界，是你主子穗禾派你来的吧？穗禾？他还管不到我头上。哼，好大的口气！你主子穗禾蛮憨无能，本仙就替他来管教管教你这孽畜！得罪了。哎呀，这个小桃桃一直念叨着要离开水镜，难道他真的走了？啊？不会吧？能去哪儿啊？老胡，
这长房主，锦觅去哪儿了？在后院里采花。在采花衣。你们素来与锦觅亲密，他到底去哪儿了？哎呀，长房主啊，这个我们真的是不知道。平时大家都专注修炼，采酿香蜜，并不是时时都能在一处的啊。哎呦，难道是他跟我们玩躲猫猫藏起来了？我已经用灵力探知了整个水晶，没有发现半点锦觅的气息。他已经不在这水晶之内了。这些天，你们可曾注意到他有何异样吗？有啊，他最近饭量明显增加了。果然是鸟族。乌鸦不见了，小桃桃也不见了，难道是乌鸦把小桃桃给吃了啊？天后曾为鸟族首领，虽与我们花界不睦，但凭他的地位尊荣，没道理来我们花界掳走一个小小的精灵。难道无论那只飞鸟是何意图，是预谋或是巧合，锦觅必须要找回来。老胡，你看护锦觅不力，立刻给我去寻。若是寻不着，我便剐了你这层老萝卜皮，送你进兔子窝。别，长房主，我去找，我这就去找啊！我也去。哎呦，好你个乌鸦！正要去找你给小桃桃报仇，你倒自己闯上门来了。走。哎呀，你这个老糊涂精，你且睁大眼睛瞧瞧我是谁！长姐，你可要为我讨个公道！你怎么伤成这样？何人所为？还不是那只死鸟！我在三重天解了他的道，没想到他灵力高强，竟善火攻之术，将我烧成这个样子。鸟族上火德，本任鸟族首领穗禾贤于火系术法，这鸟必定是他的亲信无疑。你与那乌鸦交手时，可曾见到了锦觅？难道锦觅也被掳了去？那便糟了，那只乌鸦秉性甚是凶残，那丫头恐怕凶多吉少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原来是长房主驾到，穗禾这厢有礼了。穗禾公主，长房主一向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不知今日刮的什么风，竟把您给吹来了。还劳长房主在此大动干戈。日前一只飞鸟擅闯我花界，掳走一个精灵，伤我一名方主，至今下落不明，特来向穗禾公主讨个说法。哦，竟有此事。我花界精灵亲眼所见，众目睽睽，断无虚妄。吾界虽然一向与世无争，但也容不得外族欺侮。若真是我鸟族败类故意兴事，不劳长房主动手，本座自会严惩。雀灵，是，将天上飞的到蛋里没孵出来的，挨个给我拷问一遍。他空口无凭，胭脂不是故意寻衅，我眼里容不得沙子。长房主，你且稍安，待擒到凶手，听凭发落可好？
禀报公主，火神殿下涅槃失踪，魔界10万大军陈兵忘川，欲攻天界。什么？你们跟我来！慢，凡事有个先来后到。今日公主务必要给我一个交代。事有轻重缓急，穗禾有要事在身，今日恐怕要令长方主失望了。若是赢不了他，日后有何颜面统领鸟族？好手段！市级从权得罪了，日后必亲拿凶手上百花宫告罪。长方主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我被碎扇震伤了心脉，需要闭关。传我落英令，即日起断绝鸟族吃食。鸟族一日不交出本界精灵，花界便一日不供给吃食。是。不交出精灵和那只鸟，我花界绝不善罢甘休。什么气味？这么难闻？魔障之气。啊！如今天界气候都这么恶劣了，哎，我都快要窒息了。此处下界便是忘川。奇怪了，今日魔障之气为何如此浓重？阵仗倒不小啊！蛮荒小妖，今日我便带你去见见世面。好啊，好啊！变成王啊，变成王！我让你征兵，征兵，你就是磨磨蹭蹭。你看看，给我征来这么点兵。魔尊容禀，小王认为此战有3不可：仓促调兵，措手不及。小王用尽全力才调来了3000精兵，这天界一向精修甲兵，非无等可及，此为1不可。天魔休战之约尚存，公然毁约，失道寡众，此为2不可。孤军深入，非战之道，此为3不可。还请魔尊三思啊！我一直听到一个传言，就是变成王与火神私交甚好，本王一直不愿意相信。可今日战机当前，变成王却在这里谣言惑众，贻误战机。哼，看来这个谣言是要坐实了。你，魔尊，通敌之罪，应当怎样惩治？其罪当诛，折百骸，尽忘川。还不拿下！住手！魔尊容禀，我父并未无知，已如数征兵。余兵现在何处啊？正在此处。魔尊可曾记得1000余年前涂山之战，刘英独挡8000敌军，魔尊曾金口预言，暂许刘英
一人敌过千军万马，刘盈今日特来请缨。刘盈，此战非同小可。你这卞城王懦弱滑头，倒是生了个好女儿啊！刘盈听令，本王封你为先锋。上酒，等干了这杯酒，率领先头部队渡过忘川，待踏平九霄云殿，活捉太微天地之日，给你记头功一件。赐酒。火神来了！火神，护元王孙，护元王孙！燕城王好气焰，好志向啊！可惜，攻占天界，不是你燕城王说了算，也不是你顾城王说了算。火神，本王今日在此阅兵，火神难道也要插手？是想重启战端吗？别贼喊捉贼了！方才我在天上就看见此魔物率部横渡忘川。燕城王，神魔大战以来，天魔以忘川为界，互不相犯，守了万年的规矩，偏偏在燕城王阅兵时就要忘了吗？若你真的想攻占天界，先问问我的凤灵剑同不同意吧。我说，火神，你是误会了吧？乌合之众，燕城王，兵力不精，空怀一颗狼子也行，小心噎着你。久闻火神骁勇，冠绝六界，择日不如撞日。刘盈斗胆，请与火神一战。原来是卞城公主，久仰大名。只不过我从来不与女人交手。沙场无分男女。好啊，那我便让你3招。不必，我们魔界儿女不似你们天界仙子那般娇弱。这都半天了，也不见天兵攻来，估计就他一个人，倒不如设计叫他生擒了。请魔尊三思，今日火神突然现身，可见天界放了假消息，意在引我们上当。火神统领3军，必有后手啊！还嫌不够丢人，非得拼光了我的大军才肯罢休。哼！多有得罪。今日一见，火神之名果然名不虚传。刘盈甘拜下风。还有谁想挑战啊？10万魔军，不及一个女娇啊！好啊，好得很呢。燕城王，1000年未有战事。我手痒得很，奈何天规森严，日后秦家练兵只管攻来，我天界100万大军枕戈待旦，随时候驾。火神呐，
两界交战岂同儿戏？本王也是一向主张和平的嘛，这点还请火神和天帝周知啊。父王，他夺我鞭子的时候，好像木辞了。总有一日，我要痛痛快快的和他打上一架。润玉准备的如何了？启禀陛下，夜神殿下已在南天门外点将完毕，即刻前来复命。润玉未经沙场，此战不过是要他坐镇中军，稳定军心。至于行军布阵，还要倚仗辽元军及五方天将。末将随火神殿下日久，行军打仗虽不及殿下之万一，但自信不辱使命，还望天帝陛下宽心。若旭凤在此，我又何必如此费神？天后驾到！陛下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这是在旭凤涅槃之处发现的，肯定是有人想加害他。可是，放眼整个天界，能有这般法力的，会是谁？薛润玉，润玉拜见父帝母神。来人，拿下！不知润玉所犯何事，还请父帝言明。你做的好事，10万兵权，何敢交给一个不忠不孝、不仁不义之徒？这兵灵并非润玉之物，你当真不知吗？此物乃是在旭凤涅槃之处发现的，他并非是无故失踪，而是受到此物的攻击，才中断了涅槃。如此强大的水系法术，偌大的天庭之上，除了你，还能有谁？况且，当天有仙使见到你出现在七蜈蚣附近，当夜正是你值夜北天门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旭凤涅槃出了岔子。你说，此事可属实？回父帝，当夜，润玉的确去过七蜈蚣。陛下，恭迎殿下。殿下呢？还没有消息吗？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你总算回来了。可是遇到了什么险情？身子可有受伤？无碍，就是去外面转了1、2日，让大家受惊了。你怎么来了？听闻魔界大举进犯，遂和特率鸟族前来驰援。殿下能回来，那就太好了。你们2个下去吧。是。让你费心了。虽和没事，倒是姨母挂念你的安危，夜不能寐。天帝陛下也派出了天兵天将四处搜寻，却始终没有你的消息。殿下，这些天你究竟在何处啊？都是些蛮荒之地，我也是初次去到，不过确有些去止，所以就耽搁了几日。有妖物！你是何人？为何藏在殿下身边？我是无妨，不过是个要报恩的小妖罢了。殿下仁善，几方遇难，仍不忘兼济天下。不是，你们搞错了，是喜鹊要报我的恩，不是我要报他的恩。道友，你倒是跟他解释清楚啊！道友，殿下，是你们殿下被我救了2次，所以他要向我报恩，不是我要向他报恩。而且有一点千万不用弄错了，
我可不是什么妖物，我是一个正正经经的葡萄精灵。既然是你救了殿下，那与我也是有一份恩情在。待我禀报天后娘娘，自然会有封赏给你。现在，你先收下这个，全当是我的一份谢意吧。这枚丹丸是不可多得的仙品，吃了可得近100年灵力。你可还喜欢？喜欢喜欢，这个我最喜欢了。殿下。恭贺殿下涅槃重生，属下的护法不力，请殿下责罚。涅槃，凤凰，如此强大的水系法术，偌大的天庭之上，除了你，还能有谁？况且，当天有仙士见到你出现在七蜈蚣附近，当夜正是你值夜北天门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续凤涅槃出了岔子。你说，此事可属实？回复帝，当夜，润玉的确去过七蜈蚣。陛下，儿臣知道，续凤涅槃危险重重，我一路追那黑衣人到七蜈蚣，本欲护卫，只是……如何？你见过那人？到底是谁？你为何不来通报？我与那黑衣人缠斗一番，发现他法术高强，却并不恋战。几招过后，他便逃离了。我当时见七蜈蚣外有燎原君把守，又正值续凤涅槃的紧要之处，不便打扰，交代了燎原君几句，便离开了。并非父帝母神不相信你，怀疑你，但是只听你一面之词，叫人如何信服？请父帝母神明鉴，润玉断无谋害续凤之理。我修习的是水系法术，那涅槃之火，我根本就无法靠近，此乃其一。其二，润玉不慎中了那人的暗算，他虽然使用冰灵，但却似乎并不怕火。烧伤，烧得如此严重，你为何不早报？原来羽毛乌黑的不一定是乌鸦喜鹊，它有可能是只烧焦的凤凰。乌鸦竟然是神鸟，这样的仙丹岂不是取之不尽？其实这件事情，怨不得燎原君主仙。凤凰一族涅槃本来就危险重重，虽然我坠入了蛮荒之地，但是能得到这小妖相救，毫发无损的返回，也算是冥冥之中一种缘分吧。殿下安然无恙，属下也就放心了。天帝天后忧心殿下安危，方才匆匆将夜神殿下从阵前宣了去，似要论罪。润玉，即刻随我去见父帝。陛下，此事尚未查清，现在只听润玉的一面之词。火神到！儿臣拜见父帝母神。旭儿，旭儿，快起来吧，你没受伤吧？可急死我了。儿臣不孝，让您担心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这些日子身在何处啊？回禀父帝，孩儿涅槃之时遭人暗算，中了冰灵暗器，坠入一处蛮荒之地，徘徊了几日，又一心追查凶手，因此又多耽搁了些时日。没想到竟惹得大家不得安宁，儿臣思虑不周，还望父帝母神责罚。那你可寻到了凶手啊？尚未，但孩儿确定此事与兄长毫无关系。我已经查出了些蛛丝马迹，很快就会水落石出。起来吧。你们兄弟二人能够互相看重，互相照顾，父帝甚为心宽。回来就好。你不在的这些日子里，你母神日夜为你操劳，你要多安慰她才是。是，儿臣知道。火神殿下平安归来，真是可喜可贺。恭贺殿下，恭贺陛下。陛下，
既然旭儿已平安归来，还望陛下兑现前诺，昭告六界，早定名分。父帝，母神，所以何事啊？我和你父帝发愿，你平安归来之日，便是天界立储之时。如今魔界大军入侵，我看不如等旭凤凯旋回朝再议吧。报！禀告天帝，魔界10万大军以鸣金收兵，撤离忘川。可有缘故？据报，昨夜火神殿下独闯燕城王行辕，吓退10万敌军。一去便吓退10万敌军，真是旷世奇功。陛下，你可一向赏罚分明。火神，你意下如何？还请父帝母神收回成兵。旭凤执掌5方天兵，退敌守土，乃是分内之事。魔界退兵本来就是缓兵之计。昨夜依儿臣观察，燕城王迟早会卷土重来，敌寇未尽，何言其他？儿请告退，回去整兵备战。我只能先帮你清了体内的火毒，这几日你还是要受些皮肉之苦。你我体质相克，若为你强行疗伤，你会伤得更重的。自古水火不相容，你还是留着你的灵力，做点其他的吧。再多，恐怕我还真的无福消受。明明知道水火不容，为什么还敢来救我呀？换作是你，不也一样？辽元君刚刚替你疗完伤，解了你体内的冰毒，你就跑过来替我疗伤，这要是让母神知道了，又是一顿数落。救命之恩，昊天罔极，这厢谢过夜神殿下救命之恩了。旭凤，所有人都怀疑是我，你当真没有半分担忧？我当然担忧了，我一出事，你必难辞其咎。我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换，就赶去给你解围了，承你大恩。你的灵力已然不弱，竟然还被伤成这样，看来真正要杀我的人必定不简单，恐怕是我一个人的力量难以对抗的。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当然正在涅槃的关键时刻，我突感火力渐弱，周遭冰冷，无法动弹，我只能强行推动内力，冲破周身经脉，趁来人不被坠入云海，其他的我也不知道了。此人熟悉水系法术，却又不怕涅槃之火，确实奇怪。我已向父帝母神禀明要追查此事，为的是让对方放松警惕，再由你暗中帮助我追查，尽早救出真凶。你放心，我定会查个水落石出，还你一个公道，也好证明自己的清白。不过你还得精进一下自己的法术，免得到时候拖我这个战神的后腿，像今日一样狼狈不堪。回禀天后，火神殿下并未对其起疑心，还为其疗伤，与其喝茶叙旧，不太想要嫌隙。这个傻孩子，如今与狼为伍都不知道。如果不是我替他筹划，天地之位，拱手相让都不自知。你要看紧润玉，有什么风吹草动，立刻来报。是。
见过，左右看着也没什么稀奇的嘛。这仙气把地面遮掩得若隐若现，反倒叫人看不清路。怎么又消失了？怎么回事？这些花看着郁郁葱葱的，怎么一经我手就化作烟飞走了？难不成因为我灵力低微，连花都不让我采了？小气，我还不采了呢。奇怪，这凤凰庭院怎么连一朵花都没有啊？早知道再去别处转转了。这个是狐狸吗？摸起来软绵绵的，看起来还很可爱呢。啊！老夫我活了这许多年，也总算被人非礼过一回了，甚感慰藉，甚感慰藉。非礼究竟是何意思啊？这又从何说起呢？不知如是哪家仙童啊？姓甚名谁啊？仙童不敢当，教我几命便可。哦，不过是区区半仙。半仙？看来老夫这午觉睡得委实长了，这天界竟然又多了个新阶呀！修仙修了一半，可不就是半仙吗？哎，这不是旭凤的园子吗？如此说来，你便是旭凤的仙童了。我不是那个教凤凰的仙童，我可是他的恩公。恩公啊！小姐妹，来，老夫我最喜欢听故事了。走。究竟是什么来头，竟能同时精通水火两系法术？那个凤凰烧焦了，落入了花界。落难公子被我遇到了。灵秀小童，我与他赌气，肌肤之妻。然后等他醒转过来。啊？然后呢？快说呀！我在等你的。啊！等他醒过来以后，他为了报恩于我，便将我带至天界了。情爱便是这样发芽的，经典桥段，甚得我心呐！怎么没有传说中的狐臭呢？唉，真是造化弄人呐！可叹是个男童身，眼看我家旭凤啊，便要深陷其中喽。那焦凤凰明明说过我是女生，那我到底是男还是女啊？小姐命，你且扶耳过来。其实报恩这个词原是我起意拟出来的，可不知怎么传着就把其中的一个字给传错了。
枉费了我一番苦心呐。此乃正子，报恩报恩，无报怎还恩呢？看在你是天上地下第一个非礼过本仙的人，派你一根红线，将它系在旭凤的脚踝上，便可情路平坦，逢凶化吉。月下仙人如今越发的慷慨了。哦，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0。想来，月下仙人这红线十分富足，但若不再将其赠予旭凤府中的仙子施璧，也算是美事一桩了。凤娃如今大了，直大不由数。想当年，你还是只绒毛未退的小鸟儿时，最爱的便是在我府中的红线团里打滚儿。可是现如今呐，连称呼都如此生分，老夫怅然得很呢。凤娃，叔父言重了。哎，我侄甚乖甚乖，这样称呼才方显一家和乐吗？万万没有想到，你们2位仙上竟然是叔侄关系，果然是仙不可貌相啊！哎，我看锦觅十分不错，不如你把她收了房吧。锦觅是谁啊？不知锦觅，名讳中的蜜，可是蜜糖的蜜？非也，非也。想必是寻觅的觅吧？非也，非也。我的蜜乃是觅食的觅。这2个字不一样吗？妙，妙得很。不知锦觅年方几何，生辰八字多少，何方人士，家中人丁几许啊？锦觅，这里无聊得很，不如去我姻缘府玩玩怎么样？旭凤告退。这里确实无聊，那好吧。哎，走走。他长得好好看啊，好好好啊！这小生生得好生技巧，若是再活个2、8千年，不知要迷了这天上多少仙姑呢？照这般长下去啊，怕不是连2位殿下也要被比下去了呢？就是啊呀，可不就是。我家旭凤的眼光总是好的。行了行了行了，走吧走吧，快快走走走。小姐妹，不如你就留在我这姻缘府，这可比那气雾宫有趣多了。我这府上可谓是仙洁地灵，怎么样？小女子柳烟，杭州柳家长女，年方28，求请月下老人为小女寻觅家婿，愿貌比潘安，情比金坚。这什么意思啊？锦觅年纪还小，不晓得情势啊，乃情理之中。不过日后你若跟了我那2侄子的话，我觉得你还是早些通晓为好。不着急，日后老夫慢慢教你便是。我来天宫是为了救我的朋友肉肉，我想寻那大罗金仙，你知道哪里有大罗金仙吗？这天界大罗金仙多了去了，不知你要寻的是哪位啊？就是可以把我的朋友肉肉起死回生的那一位。我看他绿悠悠、脆生生，好得很啊。我的朋友肉肉，本来是一个已经修成人形的精灵，可是900年前的一场变故，让他元神尽散，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月下仙人，你知道有哪位大罗金仙可以救我的朋友吗？万物化生，都在轮回之内，生死一事，就连天地也管不了。看来蒲世勋骗了我。我知道了，那我告辞了。哎，等等，这天界之上高人众多，宝物丰盈，若是你肯留下来潜心修行，还怕救不了你的朋友吗？还有，在9重天之上，
还有个上青天，只有多修灵力，才有资格到上青天拜谒，听高人讲浑元正果。看来扑师君所言非虚，攒灵力是吧？我攒，有道理。那我在这里多待一些时日吧。这就对了，要是你肯留下来与我作伴，到时我有极好的东西送给你哦。有仙丹吗？比仙丹更绝妙。住在宫里的那个锦觅最近怎么样啊？回禀殿下，遵照殿下的吩咐，锦觅半仙的衣食住行已经安排妥当，只是他最近时常出入月下仙人的姻缘府，殿下总是与其错过，不得常见。锦觅半仙啊，现在可是姻缘府的红人呢，他手里有不少月下仙人剩下的红线，很多人都想要呢。哼，半仙。也只有这只小妖，敢编造自己的仙界了。算了，不管他，随他去吧。是。小锦觅，你可是偷懒了啊！你要是没偷懒，这野兽能自己循着味道跑来找你啊？它可是专食别人梦境的灵宠。是什么？你自己看。看到了吧？还说自己没偷懒。我这姻缘府哪来的花啊？都做梦发花痴了呢。哈！哼！狐狸仙，狐狸仙，啊，帮一个忙呗，劳烦你帮我跑一趟。虽然我现在住在天上，可是毕竟采花酿蜜才是我的本分嘛。你们这天上的花实在是太势利眼了，他看见我们灵力低微的精灵就欺负我们，我只要一碰到花，他就化作云烟飞走了。所以，你能不能帮我采花啊？唉，春去不复来，花谢不再开。此事缘由啊，不便道明，乃系一段旷世情仇，情之一字啊。情是什么东西啊？你从花界来，难道都没听闻过一二？这几千年前呀，如今的天帝与花界鲜花神可结下了个了不得的大梁子。鲜花神一怒之下，施法毁了天界所有的花草，从此天界是寸草不生。可是，长长久久这样拖下去，也不是个事儿啊。于是，天帝便用云彩化作万千花草，遍布整个天界，总算让天界又恢复了颜色。可是这花草啊，诚然并非真实，一旦摘下，便化作云烟了。这样说来，那我岂不是采不了蜜了？你这个呆子，花蜜有这么重要啊？难道你就没有从中听出些其他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啊？天帝、鲜花神，一个风神俊朗，一个美貌无双，这可不就是经典情爱故事的桥段吗？情爱能够帮助增长灵力吗？若是不能，还要添麻烦，要它干嘛？你是真不开窍。这便是我珍藏多年的情爱书册《天香秘图》，先借你瞅瞅。开窍啊，先从理论开始。姿态甚丑，毫无兴趣。这男男女女之间的情爱，乃是世间至美至真之事。那是不是还可以增长灵力啊？自然也可。真的？那太好了。这个你先拿回去看，好好研习。
相信以你的悟性，很快就能领悟啦。我看着差不多嘛。哇，这儿的景象果然比白天的时候好看多了。嘿嘿。星星怎么掉进潭里了？啊，这鱼都被逼得上岸了。唉，可见这天界的气候是多么的恶劣啊！野兽不得无礼。这位仙子，失礼了。没事没事，啊，其实这个鹿长得也挺可爱的，就是脾气有点暴躁而已。其实我也不是什么仙子，不过呢，我也是一个正经修仙的精灵。对了，我刚才看见你的尾巴了。你的尾巴可真是无与伦比呀，先生，你这个鹿放的挺好的呀，膘肥体壮的。野兽，就是不知道这个鹿是要送给哪个仙宫里的膳房啊？膳房？嗨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仙上这个职务相当有前途啊。遥想当年齐天大圣孙悟空，便是从弼马温这样的畜牧行当中脱颖而出的，后来西天取经是何其风光啊！佛祖还给他封了一个斗战胜佛的称号。哦，还有八仙张果老儿，他成仙前还是放驴的呢，后来不也光耀体面的很？是你锦觅想，仙上的前途不可限量。仙子一番推演，着实让在下豁然开朗，茅塞顿开，多谢。多谢，客气客气。小仙表字润玉，不知仙子如何称呼？在下锦觅。锦觅。哎呀，我都忘了，我还得给仙姑他们送东西去呢。先生，今日我还有事，在下先告辞啦。对了，先生。虽然你有这可爱的鹿陪伴着，但是未免还是冷清了些。我把这条红线给你，希望以后可以有人陪着你。多谢锦觅仙子。不客气，那我先告辞啦。哎，等一下。啊？锦觅仙子，你的发簪掉了。多谢啦。告辞。稍等一下，有点事情。
是我呀，我呀。你是谁啊？我是火神殿下身边的了听啊，我还给你送过饭，送过衣饰呢。哦，殿下找我有什么事啊？不，是我，锦觅半仙，能不能给我变一束香花呀？啊。哦，恭喜了听仙士喜得贵子。了听仙龄尚小，尚未婚配。那你这颗喜蛋是什么意思啊？喜蛋？哦不，此乃火神殿下宫中灵鸟朱雀之卵，800年才可生出1枚，时之1枚便可长100年灵力，2枚便可长300年灵力。300年灵力？啊？你刚才说什么？你要让我变什么花？多少花都可以变，你等着啊。好。吉日，乙煮蛋。哼哼。这朱雀卵的味道果然不同凡响，甚合我意，甚合我意嘛。哎呀，哎呀，救命啊！救命！小锦觅，你怎么了？快去把石凤找来，快！是。哎呀，你呀，是不是乱吃东西了？没什么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疼死了！我是不是中毒了？啊！莫慌，你呀，锦觅。刚派人去寻你，你便找来了。尔等丧尽天良之徒啊！你们这是将我家蜜儿接到何处去呀？蜜儿啊，爹爹对不住你呀！眼看着贼人将你掳了去抵债，也没奈何呀！叔父要是再演下去，不出1个时辰，他便灰飞烟灭了。你还是我侄子吗？老夫好不容易演一回。你吃了什么？我不过是吃了2颗朱雀卵，没想到吃完以后又热又疼的。我怎么感觉我的灵力少了这么多啊？你这小妖，本身体质阴寒，只宜水养，竟不自量食了我灵鸟朱雀之卵。朱雀性至火，要不是我赶来及时相救，怕是你早就化作一缕烟了。人家是葡萄吗？人家生在土里，人家不是生在水里，人家以为朱雀是猪的亲戚，没想到是火的亲戚。现在倒好，我小八的灵力都没有了，我该怎么办呀？你不要跟我绕舌，听得我头晕。安心养伤，你也真是，为了区区300年灵力，差点把命也搭上，愚蠢。看好这小妖，别再让他乱吃东西了。是，殿下。锦觅半仙，为什么殿下总是小妖小妖的称呼你啊？你还说呢？要不是你，我也不会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我如今灵力大减，
看样子要吃什么补一补了。哦，那锦觅半仙，你是否需要什么药材呢？2天可以去找。我们做妖精的呢，最喜欢的就是吃一些童男童女。当然啦，像你这样的小仙童，是最好不过的啦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来者何人？颜佑。二殿下，别来无恙。知道颜佑君做神仙做得不耐烦了，去了下界做妖精。不想，如今连妖精也不想做了，竟半夜闯我齐武宫，做起了梁上君子。梁上君子，正合我意。我最近正在下界钻研此道，专门偷香窃玉。不过呢，下界的美人我已经看腻了，还是咱们天界好，是不是？偶尔回天界来换换口味。还有锦觅这颗貌美可人的小葡萄。你认识锦觅？何止认得，1000年的老朋友了，自己人自己人。你和他什么关系？为什么你身上有他的气息？那自然是郎情妾意，投桃报李喽。少跟我油嘴滑舌。我知道锦觅视灵力如性命。他不去抢别人的灵力就不错了，怎么会拱手送人？你要是不想跟我说实话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哎呀，莫要激动嘛，二殿下，听我解释。我和锦觅的关系说简单也简单，不过是一个欠债还钱的关系。他欠了我1000年的灵力，所以呢，我们许下了100年之约，每隔100年，他便还我一次100年灵力。所以呢，我们灵力共享，比旁人多了一份心有灵犀。既然如此，就不必遮掩了。那我呢，这就去安慰安慰他。他睡得好好的，不需要你安慰。不需要我，你行吗？用你那什么9曜真火把他烤成葡萄干啊？柔柔，柔柔，柔柔，你放心吧，如今我的灵力已经增长了很多，我可以保护你的。柔柔，柔柔，放开柔柔，柔柔。放开柔柔。放开柔柔，柔柔。凤凰。因为贪吃而毁掉100年灵力，这种事情也只有他干得出来。他还欠你多少灵力？怎么，二殿下，
你要替他还啊。我可提醒你啊，这灵债好还，情债可难平。你修为精纯，我知道你不缺这点灵力，你无非是打着讨债的幌子，对锦觅有所企图。但是，我有言在先，锦觅如今在我的七巫宫，就受我七巫宫庇护。你在外头做下那些风流勾当我不管，但你要是敢把手伸到我七巫宫来，我绝不会袖手旁观。我知道你不缺这点灵力，你无非是打着讨债的幌子，对锦觅有所企图。但是，我有言在先，锦觅如今在我的七巫宫，就受我七巫宫庇护。你在外头做下那些风流勾当我不管，但你要是敢把手伸到我七巫宫来，我绝不会袖手旁观。500年呢，拿去吧。火神好大方啊，连利息都算上了。他日后不再欠你的，少来纠缠。烫死我了，这得回去慢慢炼化了。不过，看到二殿下对锦觅这么上心，我也就放心了。今夜春风沉醉，月色无边。不过这风有点凉，我还是先回去休息了。灵力不高，朋友倒是不少。鸟族今年共进新兵2万余名，我又将原来1秒州各州重新划分，酌情提拔了8名新将领，便于署理各区。姨母觉得如何？非常好。穗禾现在是越发长进了。多承姨母时时提点，穗禾夙夜不敢懈怠，唯恐丢了姨母和鸟族的颜面。是。你呀，光是讨我欢心有什么用？身为女子，你也应该多到旭凤那边走动走动啊。听说旭凤身边多了个仙童是吧？啊，那锦觅是个低等的葡萄精，因为当时殿下受了伤，她碰巧给了殿下几滴香蜜，后来就被殿下顺道带回了天界，很是抬爱。这锦觅比殿下另外2个仙士都机灵活泼，与我关系也处得十分融洽。这些小仙官看起来微不足道，其实也至关重要。他是旭凤身边最亲近的人，将来啊，对你们的关系很有帮助的。自从子芬死后，天界从来没有真花盛开，可是真花也会腐败凋零，而他们却不会。只要旭凤登上天帝之位，你自然就是天后了。到时候，全力给你一切，包括这满园春色，也包括鸟族的长盛不衰。姨母放心，穗禾记下来，定不负您的厚望。肉肉，来，咱们晒晒太阳吧。肉肉，我丢了300年的灵力，才睡了1个晚上就恢复过来了。我现在是不是越来越长进了呀？放心吧，灵力不能白白丢了，得想法子找回来。讨回灵力以后，我才能把你早日复活啊！我听那些仙子说，这个凤凰虽然仙灵不大，可是已经掌管5峰天将了，而且是历代火神中灵力最强的一个。我打算问他要一些灵力，可是这个鸟儿小气得很，要想从他身上拔根毛，恐怕不容易。我还得去找月下仙人好好讨教讨教，你放心吧。
下，火神殿下，这是我为你特意做的鲜花饼，尝尝吧。不饿。尝尝吧，很好吃的。怎么样？看在我大病初愈就为你做鲜花饼的份上，给我点灵力呗。太甜了。我马上去重做，等我哦。太淡，太硬了，太软了。哼，果然像狐狸仙说的那样。别叹气了，想要灵力，我给你支3招。第一，谄媚伺候制。不过我估计旭凤不会吃这一套。果然不吃这一套，我还有第2招。殿下，你今日必须要给我一个说法。若不是我救了你，我怎么可能来到天上？我要是没有来到天上，怎么会减少整整300年的灵力？总之，无论如何，你都要对我负责，把300年的灵力还给我，知道吧？殿下，如果为了报恩，你想多给我几百年灵力的话，我是不会拒绝的。2，以救命之恩威胁之。不过，我估计旭凤会一掌把你打飞。那可不一定。不气馁，我还有最后一招。那第3招是什么呀？你知道强者最怕的是什么吗？你究竟要纠缠我到什么时候啊？对付强者，切忌强攻，只可弱取。你越是弱，对方就拿你越没办法。敌不动，你不动；敌一动，你就哭。灵力我是不会渡的。我不要灵力，我只是在花界的时候，我看到你不会游泳，不通水性，所以我就想这里会有危险，我就拿着一把伞，帮你挡住这的水。我就这样默默守护你就好了。罢了，修炼灵力的窍门，我倒是会一些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愿意，我愿意。我身边还缺个书童，你若想学，明日便来洗尘殿随侍吧。结盟，6界皆知，花界正忙于寻找丢失的小花精，也知道我花界素来不问世事，不会答应。你又何必多此一举呢？花界虽崇尚清静，但恐怕因为这份仇恨，让各位心内并不清静吧。敌人的敌人，就是天然的盟友，还请长房主深思熟虑之后，再做答复。君子不党，我们花界谨遵先主遗训，不参与世事纷争。告辞了。当年花神被谁所害？如何抱恨而终？长房主和诸位房主，难道都忘记了吗？花界虽然势力单薄，但若真要报仇，也不必假手旁人，更不会给人当刀使。有傲气，但没骨气。看来，花界都是一些纤纤弱质的美娇娘，缘也只能不善。我看你是来者不善。海棠，不得无礼。花界之事，就不劳阁下费心了。我们走。告辞。若你们改变想法，可以随时来这里找我。
奇怪。哦，我只是觉得很奇怪啊。我最近感觉长胖了很多，可是我发现其他地方都没胖，为什么单单这个地方胖了？前几日教你的梵天咒，可记全了？背给我听听。没问题。短短一篇梵天咒，竟叫你背得如此颠倒坎坷，一共49条，你只背对了5条，倒也是实属不易呀。我背下来了，我真的背下来了，我昨天全都背下来了，我就是刚才一紧张，我就忘了。拿回去，同梵天咒一起记好，明日卯时过来再背。还要背诵，我能不能不背了？我可以学点别的呀。你可以教我一些其他的东西。不能，我观你资质尚可，灵力不高是因为基础没有打好，不讲章法。如今只能从这些理论开始，别老想着有什么诀窍。修行哪有那么多捷径？干什么去啊？背书啊。你现在走了，谁给我添茶磨墨呀？晚上再背。书童就要有个书童的样子。磨墨呀。穗禾公主，你来啦。我来给殿下送些点心，殿下可在？哦，他在洗尘殿，和辽元君议事呢。哎，等等，穗禾公主，这个吃完不会肚子疼吧？怎么会呢？食之可长100年灵力。谢谢穗禾公主，穗禾公主简直是天仙下凡。哦不，穗禾公主仙泽深厚，乃是天仙中的天仙。就你嘴甜。锦觅，我待你如何？客气啊，比那只小气的凤凰强多了。那你可否帮我一个小忙？公主尽管开口。我喜欢旭凤很久了，可是他一直对我不冷不热的，虽然很客气，却总觉得不够亲近。真是奇怪，凤凰这么凶，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喜欢他呢？有多少人？大概从这里排到南天门吧。啊，不过你放心，他对谁都不冷不热的。大家都是朋友嘛，你这个忙我肯定是要帮的。这样吧，我去帮你问问月下仙人，他的法子可多了。那太好了，放心吧，我一定不会亏待你的。前一阵子腹地交代防御魔戒之事，你筹备的怎么样了？殿下放心，属下已经按照您的吩咐，命升仙府那边安排了一批近期飞升的地仙，以充天兵。甚好，上次的黑衣人查得可有眉目了？属下正在密切调查。据南天门的守将来报，近日在洛香府一带发现了黑衣人的行踪。水神，水神遁世多年，久不理事，他与黑衣人之间会有什么联系啊？接着查，此事让夜神蒙冤，需尽快查证，早日还夜神一个清白。属下明白。殿下，我去人间搜罗了一些菜谱，亲手做了一些点心，特地送来给殿下尝尝。有劳你了。
还有事吗？哦，穗禾第一次下厨，殿下难道就不想尝尝？哦，如何？好吃。锦觅，续茶。哦，我来吧。哦，不用，让他做吧。倒好了。哦，我先走了。那我……你留下。锦觅，好生伺候殿下。放心吧，包在我身上。锦觅，你把这些……哦，好的好的，我知道，我撤，马上撤啊！快点！月下仙人，好生热闹啊！哎，紫气行使，今日怎么得空来看老夫啊？见过月下仙人。小仙叫月贝，紫气是我的姐姐。哦，仙人，听闻月下仙人一向同火神殿下交好，就请仙人将这些信替我的姐妹们转交给火神殿下。没问题。哦，对了，月下仙人可否赐几根红绳？我这就给你们去拿。敢问注意先生如何称呼？我第一次有人管我叫先生。有眼光，有眼光。红线来喽！啊！月贝仙使，这个给你。把它放入云头里，便可以落地生根啦。谢谢先生。嘿，好了，别看了，干活去吧啊！走吧，别看了，走吧，干活去吧啊！你怎么来了？旭凤那里不用伺候了？还说呢，你家旭凤使唤我上瘾了。还不是你又听话又好使唤？喏，这些情书你拿去给凤娃。啊，来，请坐。啊，坐。无事献殷勤，说吧，又有什么事求我呀？我有一位朋友。你有一位朋友？这个棋板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？我真的有一位朋友。你继续。我的这位朋友呢，他喜欢一位先生。可是这位先生呢，平时对谁都很冷淡，很高傲的样子。我这位朋友怎么做才能让那位先生喜欢上他呢？你的这个朋友喜欢的先生，是不是和我家凤娃一样冷淡呀？对，跟凤凰一样冷淡。这种难度的爱情问题，我可得好好想想。开窍要从理论开始。小姐妹，这便是我多年珍藏。请按书册天香蜜图。你是想说这句吗？你上次跟我说过了，一模一样的话，而且这一套你已经送给过我了。这回不同，这可是套孤本呢，给你。不是，给你那个朋友，让他好好学习，先巩固理论基础。我看不进，说不定穗禾能看进去。也罢，就拿这个向他交差便是。月下仙人，你站好，你有哪不舒服吗？我帮你再敲一敲吧。
轻点，轻点儿。殿下，我让你来我这儿学幻形术，你非但迟到，还打瞌睡。灵力不想要吧？想要。我让你编的桌子呢？这是你编的？我本来对着桌子念咒语了，我真的念了，可是没想到不但没变，还瘸了一条腿。你可真是厉害啊！一般吧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当然用来垫桌子的。你怎么能用这种书垫桌子啊？这种书怎么了？哦，虽然都是画册吧，但是也是书啊，能垫桌子。我不光有这本书，我还有2本书呢，都是珍藏版。米儿，春天来了，不愧是我教出来的人。你们继续啊。你打算在我身上趴到何时啊？起来！哦，你出去。啊！罚你今天晚上不许睡觉，好好练幻形术，明天早上我检查。叔父，叔父，没良心的小子，有多久没来看叔父了？是侄儿的不是。平日里步星挂夜，昼夜颠倒，总是怕扰了叔父。哼，借口。叔父今日好早啊！我这才下职，正准备去和卯日新军交班，天都没亮。叔父怎么就在这园子里逛起来了？哼！叔父，您莫不是忘了，润玉早有婚约在身，这天蚕吐丝不易，叔父您就别在润玉身上浪费红线了。哼！这洛林和林秀也是。这几千年、几百年都不在一处，哪能凭空生出个闺女来？占了这么一个大好的坑，真是作孽。倘若2位上神婚后诞下长子，可与我长子一结金兰；倘若诞下长女，便与本座长子结琴瑟之好。吾辈之情谊，倘若能够在后辈之中延续传承，那也是天大的美事啊！卿以为如何？谨遵陛下法旨。润玉啊，您老大不小了。叔父问你，那水神长女要是一日不出生，你就打算一日不娶亲了？其实润玉并无娶妻的心思，不管哪家的仙子下嫁于我，都会委屈了她。胡说！堂堂夜神，天帝的长子，怎么就能委屈了他们？润玉别无所求，能与长夜为伴，自由自在，做个逍遥快活的散仙就很好。哼，你就别嘴硬了，一个人长夜清寒，哪能比得上2个人芙蓉帐暖？好了，叔父会关照你的，天帝啊也不会坐视不管的。叔父，啊，其实要我来说，你还是多去照顾照顾旭凤吧。近来母神催得紧，旭凤那边怕是不好交差。哎呀，有叔父在，你和旭凤啊一个都跑不了。我这就回去，将这些红绳
编得再韧一些，再粗一些，加固神力，保管啊拴2个成1双。还是不劳叔父费心了。哎，这还有一根，这根，要不然就留着吧，也好让润玉留个念想，时常去看望叔父。孺子可教。要是凤妈有你这样乖顺就好了。对了，叔父，近日您府上是否去了一个新的小仙室啊？没有啊，自从虚凤涅槃回来，咱们天界的门庭愈发森严了，等闲之辈哪能进来做新丁啊？这就怪了。对了，凤娃的七蜈蚣里倒是来了一个叫锦觅的小书童，活泼伶俐，古灵精怪的很，老夫啊很是中意呢。能入叔父的法眼，想来定非凡夫俗子。乖不得了，那可真是个妙人啊！改日啊，我带他来见见你，解解闷儿啊！我先走了。叔父慢走。困死老夫了，回去补个回笼觉。花界总还是有个明白人啊。先主待我恩重如山，可惜生前遭人毒手，此仇不共戴天。只要能为先主报仇，我愿付出一切代价。那我便要看一看，玉兰方主值不值得信任了。阁下要我做什么？我就想知道，此人是谁，父母何在？真是只小肚鸡肠的鸟，把我变成筷子1天了，夹到刀却吃不到，想要把我饿死吗？疼啊！好疼啊！疼死了！疼啊！疼！不要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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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听闻你这七蜈蚣来了一个活泼的小仙士，怎么？今日不见他，是你给他放假了？是啊，你喜欢安静，我怎么能让那么闹的人打扰我们兄弟2人？看来我面子还挺大的。这小仙士应该感谢我才是。你在我这儿才有这样的面子，他要谢也该谢我才是。已经7日了，什么时候才能放过我？如今你可知道什么是唤醒术了吗？廖丁、微许、翠禾，你们真好，救救我！大家都是朋友嘛，你怎么到现在才来救我啊？我这不是来了吗？我都快被折磨死了，你才来。我们做果子的也是有骨气的，我决定了，我要搬来你们姻缘府小住一段时间。不过我住哪儿啊？好了，看在你这么辛苦的份上，我有个绝密消息透露于你。什么消息？后天就要征兵了，到时你就等着看好戏吧。征兵？这有什么可瞧的？我嫂子厉害了！飞雪仙师，我们一会儿有什么好戏看啊？一会儿啊是听力测试，殿下要与众兵家讨论兵法，从新进的地仙中选拔天将。这可是30年才盼来一次，你的运道可真好，刚来就赶上了。
那为什么我们这边这么多人，那边一个人都没有啊？能有幸被咱们火神殿下选中的，拜入五方天将麾下，那是何等的威风！那拜入夜神麾下有什么不好的吗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这夜神殿下虽为长子，却是庶出，且未立战功，所以这招兵啊，就是陪跑而已。但是咱们殿下可就不一样了，咱们殿下可是天后嫡子，将来可是要袭成帝位，坐拥天界的。那夜神殿下今天来吗？夜神殿下呀，超然物外，对这些繁琐的事情根本就不感兴趣。每次啊，总是派一个人随便点个卯就完了。火神殿下到！开始吧。休闲路人甲，煎饼卷大葱，我是来收贼夫，松鼠桂鱼，让何建福参教，驴肉火烧，宾者鬼大爷，烤羊串，听得懂吗？还是一如往届。智慧升仙府，日后6届官话也算在飞升口号范围内。属下明白。萧贤破军，中原人士。胡辣汤。破军自幼习武，8岁师从蒲将军，曾率800标兵奔北坡。咦，你这个人弄啥嘞？这捅破心都喷到我脸上了。老乡，老乡你好你好，我自从上了天界，第一次碰见老乡。你弄错了，俺不是你老乡，不是不是。你能听懂他说话？每个字我都能听懂，不过连在一起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了。你给我做通译。我。他说：“为地则谋，死地则战，相机而行，伺机而动，三军之事，莫轻于奸。”好，好，破军天兵适才所言，字字珠玑，果然深通兵法。本神特授你为北斗府行军，领天兵2万，即日起到天将府到任。恭喜你啊，大哥！他的意思是你可以升官了，还有2万天兵天将可以领。多谢殿下。太谢谢你了。早日学会6界官话，好生融入天界。他就让你好好学官话，大家都是朋友嘛。是，属下遵命。等一下，请问这里还招人吗？这里是玄机宫招募司业守兵处，若你要追随火神殿下，请你到对面去报名。不是，我来的就是你这儿。刚才多亏了你啊，不然我差点把美玉当做顽石，错漏1员虎将。哎，我想知道，你这口中州话是在哪儿学的？不会是中州道上结出的异种葡萄吧？什么异种葡萄？你这只烧焦的乌鸦才是异种凤凰啊！我自幼长在水境，平日呢闲来我会看一些书，了解这6界囫囵模样，碰到一些不同于官话的生僻语言，顺便学了学。非学无以广才，日后还要继续勤奋。殿下，既然您今天这么开心，是不是有什么奖励啊？奖励？好啊，看在你今日有功的份上，我就告诉你一个消息。过几日，齐武宫要办一个凡人的端午节，热闹热闹。你知道，粽子里面都是有馅儿的，
凡人的粽子里包的都是豆沙、蛋黄、香肉，那神仙的粽子里，包灵力。殿下可吩咐了，这粽子里包的灵力要各不相同，有1年灵力的小粽子，也有500年灵力的大王粽。到时候，天上的所有神仙都会来咱们七蜈蚣，就看谁的彩头好了。我包粽子最叫好了，让我去吧。你不行。为什么？这不明摆着吗？怕你作弊呗。天边矿路，向夜神报道。报道？你可是走错了地方。夜神殿下，玄机宫，没错。难道是天后派来的？我玄机宫征兵一向只是走个过场，你在我这里并无用武之地。你若想立战功，还是去火神那边试试吧。矿路只想跟随夜神殿下，您让我做什么都行。跟着我无仗可打。好呀，反正我也不擅长打仗。我玄机宫人少活多，恐怕这洒扫、磨墨、端茶倒水，也要一并担待。我都会做。我披星挂夜，夜里当值，你来的话，可是要跟着我一起守夜。我可以的。我人脾气不好，容易发火。殿下可是说笑了，在天界，夜神可是出了名的好脾气。我平日里钻研奇门禁术，有时候会走火入魔，偶尔打伤人也是有的。哼，这回我看你还不走。殿下可否教教我呢？穷奇，你别白费力气了。谁？是谁在外面？穷奇，只要你肯听话，就放你出去。只要能放我出去，老子全门子听你的。张姐，可是在担心锦觅？如今这万年之期还没到，他就贸然离开水境，我总担心仙主一语成谶，那只鸟会不会就是锦觅的万年情结？世上哪有那么巧的事？这不怕1万，就怕万一。咱们刚把这结界修复，还不是被那只鸟给冲破了？怕是长姐最近太过劳累。那只鸟怎么可能呢？要真是那只鸟，我先砍了我的双脚做花肥。况且有允丹在，不至于吧？而且我们早早知会了各处的花木，如果有锦觅的消息，立刻来报。6界之中，寸草不生之地也大有所在，还是赶紧派人去找找吧。九重天和魔界也不能落下。是，如此这般，便万无一失了。长姐，就放宽心吧。锦觅这一日不回，
我这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，都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。寅时，日夜交替之际，天地之气交融之时，可通百穴，适宜修炼。锦觅，九曜星宫的仙娥姐姐，让我把这封信交给你。给你的。